永隔一江水。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，心儿已等碎。我和你是河两岸，永隔一江水。等待，等待，再等待，心儿已等碎。我和你是河两岸，永隔一江水。今天给您备了6个凉菜，10个热菜，起菜吗？先上凉菜吧，我们人还没齐，一会儿再上热菜。哎，好的。暴雪是我们上次投那个话剧的演员，哎，性格特别好啊。哎，小雪，今天呢是我和柴总的一个合作伙伴张罗的局，正好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，叫上你一块聚聚啊。有他，特别热闹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姐戴小雨，今儿刚好没事儿，所以我就带她一起过来吃饭了。啊，这位是葛总，我上部话剧就是他投的。哦，您好，您好。这位是老柴。柴总。你好，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，这还有个姐姐呢？我姐她刚从国外回来，早跟您说了也见不着啊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亲姐俩吗？他爸是我舅舅。我跟我姐长得像吧？这姐俩真是绝代双骄啊！双骄我们就接着了，千万别绝代啊！我跟我姐，我俩都还没结婚呢。太搞笑了。珊珊说公司有事晚点到，让我们先吃。那不能够，必须等。那这样，咱们坐下聊啊。你安排。这个主位呢，留给尤总，老柴，咱俩坐尤总边上。行，来，小雪，你坐我这儿啊。小雨，你坐这儿呢。你好，刚才听你说是从国外回来，哪儿啊？挪威。是干嘛？上学？我读本科和研究生，现在呢？刚回来还没想好呢。不着急。哎，介意加个微信吗？加。好，来，我扫你。来，好。别介，老柴呀，这说死等的是你，说不等的也是你，是吧？这是尤珊珊。不是，都等这么长时间了，他也不差这没准儿什么时候再等会儿，葛总，哎，杜总，哎呀，从门口路过就听你的声音了。不是你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我说我过来还是打个招呼吧。你这是千里眼加顺风耳啊！是啊，这位是一直跟我合作的世诚会计师事务所的杜世军，杜总啊，杜总，很高兴认识各位。今后公司有这个财务外国审计之类的，您找我。尤总，你叮嘱一下，我这屋今天除了我谁都不许买单。好。哎，对不住啊！我今天公司有事耽搁了，对不住。这位啊，才是今天这顿饭的东家，尤珊珊，尤总。尤总，这位是我的老朋友杜世军，杜总。啊，尤总，幸会。杜总，您稍等，我迟到得先认罚。你们管这叫什么？嚯，这叫令狐冲啊！没毛病。这位妹妹头一回见啊？你好，你好。嚯，大美女啊！啊，没有。嫂子。什么呀？今天头回见。她是我姐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但是我肯定没猜错的是，她已经加你微信，没错吧？确实。来，陪个，微信都加了，还不陪的？来，欢迎珊姐。来。哇！这样是不是了不得？了不得！那各位我就先失陪了，大家开心啊！好嘞，啊，拜拜啊！回见。哎，好嘞，回见。慢点，杜总，拜拜。服务员，上肉菜。好的。这两位妹妹是？你没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介绍完了。这是我一妹，暴雪演员，这是她姐小雨。雨，哇，你们姐俩加起来雨加雪，听着都够冷的了。那咱就再干一个暖和呗。暖。
珊珊，我跟你讲，你来之前我们都领教了小雨。从进来到现在一杯没落。看现在，面不改色心不跳。别呀，柴总，这心还是得跳啊，还得那扑棱扑棱扑棱的跳，要不咱们在这儿跟尸体喝酒呢。这么厉害啊！来，那我再敬珊姐、柴总和耿总一杯。哎，坐。也不能仗着你漂亮，一杯敬仨人。令狐冲。行。瞧见没有？厉害！可以吧？真可以啊，真可以。你这是天赋异禀啊，还是后天的勤学苦练啊？我这应该是家族遗传吧？嗨，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就特别能喝，喝了一辈子酒了，肝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应该是乙醇脱氢酶分泌的比其他人旺盛。你是不是做手术都得比别人多打一针麻药？何止多打一针呢？我拔智齿都得全麻。你看这，就一群倍儿有理想、倍儿有追求的年轻人在这儿，比教堂好看这个。是不是？大，就好像做生意的人素质都特别低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凡是淘到金的，他根本不可能傻。那首歌怎么唱呢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，你必须要认识到钱的重要，你才能守得住财，明白吗？明白有什么用啊？我也没钱可守啊。没钱挣啊！怎么挣啊？现在眼前就这么一机会，您说说看。陪我吃饭。啊？呸啊！你误会了，我们公司相当一部分业务是公关，我们很多合同啊就是在饭局上签。你看你小雨，长多漂亮，气质又好，读过那么多书，这是你的优势，你得利用它呀。你们公司业务我也不熟啊。不熟学呀，知道一点就可以开始，行，那个让我好好考虑考虑行吗？好不好？好好想想，绝不勉强。好嘞。啊，我刚听珊姐说你俩是老乡，你哪儿人啊？湖北荆州。啊，就是刘备丢的那荆州是吗？对。你来北京多久了？我男朋友来北京读博，我是跟着他过来的，应该有3年了吧。3年，那他现在应该毕业了吧？现在博士后了。我去，超级大学霸呀！哎，你俩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俩呢是初中同学啊。他从小学习成绩就好，高考考到了省城读本科。我上完高职就开始找工作了。他读完本科又上了研究生，我就每个月都坐长途汽车去看他。后来他又考上了博士，来了北京。我一想，1000多公里，我干脆就辞了工作，陪着他过来了。刚好我有一个亲戚，他出国了，我替他看房子，就在他们学校附近。那你俩现在住一块吗？没有。过来的姐妹跟我说，不能随便同居。所以他住他们单位的宿舍，每个星期周末呢，把脏衣服拿到我这儿，我再给他做点好吃的解解馋。反正在一座城市里，彼此都能看得见，他心安，我也心安。你俩不打算结婚啊？当然，他毕了业就结。那你呢？有男朋友吗？我当然是有过了。哎，2位老帅哥，3位大美女，明天跟我一起去骑马吧。什么鬼？骑马？别老喝大酒，得锻炼锻炼身体。我去不了，我明天有会。哎，真的约了打球了。你们太扫兴了。你们仨呢？我就算了吧，我最害怕运动了，让我多睡会儿吧。你我倒是有时间，可是可什么可？算你一个。你我没问题，我没有我姐那么懒，我 OK。就这么定了啊。好的。方雪，哎，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呀？
中戏，好学校。我听说表演有3大体系，斯坦尼、布莱希特，还有咱们中国的梅兰芳。前俩我也不了解，但是我觉得梅兰芳肯定是最高级的。你属于哪个流派？我属于梅兰芳的弟弟梅兰柱。梅兰柱，梅兰芳还有弟弟吗？没听说过呀。听他瞎说呢，那不是梅兰柱，他是梅正经。我这哪是没正经啊，我是没入流，珊姐。我毕业都已经3年了，现在还在给各个剧组打补丁跑龙套。我觉得你特别的搞笑，应该演喜剧。这你就不懂了。其实喜剧的内核恰恰是悲剧。你看那些喜剧大师，其实他们内心都非常的敏感、脆弱、忧郁。像我这种内心乐观、凡事都可以看得特别开的人，恰恰适合演悲剧，因为无论多悲的情节，我自己都可以走出来。还挺了解自己的。但像你这种凡事不拿自己当回事的人，本质上应该是特别自信嘛。瞧珊姐这台阶给我垫的，舒服。哎，珊姐，说真的，如果以后我连龙套都没得跑的话，我就跟你混了。老大，这个马场是你的呀？嗨，什么我的呀？我就在这办了张会员卡。哎，珊姐，我以后可真跟你混了啊！你连我是干嘛的都不知道，就敢跟我弟同名状，你就不怕把你给卖了？把我给卖了啊！就我这盘小豆芽菜，人打劫的看到了，都得把菜倒了，然后把盘子给拿走。你放心吧，我保证不卖你，让你跟你下去。你口味够重的呀，珊姐，看要拿我下酒。珊珊，哎，斌哥，哎呦，少见，这可有日子没来了。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约你出来吃饭，你都不来，原来跑这躲清静来了。哎呦，我可不是躲清静，中午一起吃饭，饭桌上聊。好。嚯！你看，这小姑娘骑在马上真的好酷啊！待会儿我们也会像这样的，绝不可能。对我那么没有信心吗？来，先带你们欣赏欣赏这儿的马。给我找一匹老实的马，你把我给摔着了。放心吧，教练都给你找好了，不会摔着你们的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马是非常通人性，当然也非常欺负人。你就往他面前这么一站，他就能看得出来你们是会骑的还是不会骑的。哇塞，真的假的，珊姐？哎，这会骑马的要走什么姿势啊？学着看像点，一会儿能不能把马给骗？啊，这是我的马，他爸爸是世界杯盛装舞步的冠军，他妈妈是欧洲选美大赛的冠军。哇塞，贵族血统啊！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雪茄。想我了吗？雪茄。珊姐，它咬人吗？我好想摸一下，是不是？雪茄。1、2、3。三位美女，帮个忙怎么样？我在这马场拍个广告，能不能麻烦你们仨临时当个群众演员啊？真找对人了啊！专业群众演员。暴雪，刘良洲。哎，巧了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你们认识啊？哎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他是我们上一部戏的摄影师，他叫刘良洲。你们真会找地儿啊！你拍什么呢？广告，战马，功能饮料。玉姐也在呢。玉姐也在这儿。哎，可以呀。正好，待会儿让他们给你抹抹脸，化化妆。行啊。哎，我陪不了你们啊，我一会有事儿啊，不能跟你们一起了。你们练练再拍啊，注意安全。好嘞，刘鑫，那咱们走，你带路吧。玉姐，临时抓俩群众演员，你看谁？哇，怎么这么巧啊？你这是碰上了，让他给找来了。玉姐，我想死你了。哎呦，最近学习成绩怎么样？不能光为了骑马，把学急落了啊。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哎，不好啊。
哎呀，爸爸跟阿姨说两句话。好。珊珊，真不好意思，我一直派人盯着那笔应收款，等钱一到账，我立马把亲戚的钱结了。林哥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啊。你再容我些日子，明天呢，我把利息先给你结一部分。斌哥，你这话就远了。我做生意还是您领进门的，利息就免了。等你资金周转过来，把本金还我就成。珊珊，谢谢。说是要到一家公司去看看。累死我了。扛嘛带去了？心血来潮，跟俩姐妹骑马去了。哎呦，我这腰和屁股都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，姥姥帮我捏捏吧。哎呦喂，我50多岁的时候还能骑车去香山打泉水，我哪能跟您比呀？您那时候可是有我姥爷的爱情滋润着呢。谁挡着你谈恋爱了？谈恋爱可比骑马累多了，怀一个得歇1个多月，还是算了吧。那是你自找的。那是本小姐遇人不淑，好不好？拉拉，您陪我去煮碗面吧，我吃饱了立刻下套子给您套一男朋友去。给我套一个男朋友，用不着。嘿，姥姥最好了。哎呀。别倚着冰箱，像什么样子？拉拉，我刚回来的时候，大老远我就听见您弹琴唱歌，那声音纯净，一点都不像70多岁的人呢。好歹我也是师范学院声乐系毕业，那几年的汤可不能白喝了。人家都说几年的饭不能白吃，那怎么喝汤啊？上大学的时候粮食紧缺，粮票我都留给你姥爷了，汤不要粮票。我知道了，您这是打算用粮票来换取我姥爷一辈子的俯首帖耳，深谋远虑啊！别拿这词儿甜乎我，他要真俯首帖耳，我也不会过得这么闹心。您还闹心啊？我看您这是贪心。我姥爷跟您过的这一辈子，只要是您说行的事儿，他连个不同意的标点符号他都不敢往外冒。您还想怎么着啊？他就是嘴上不说，架不住双手往外送啊！要不是我拦着，这个家早就被他送光了。你妈大学毕业到深圳工作，生你的时候回到北京，我给她伺候的月子。产假休完，她要回深圳上班，我心疼你们娘俩，让她把你留在北京，我和你姥爷一起帮忙照顾。你舅舅觉得你妈占了天大的便宜，立刻把小雨送到北京上托儿所。你姥爷跟我说，咱们一碗水要端平，身边有孙女儿和外孙女儿一起多好啊！咱们老两口的退休生活也不寂寞，他们姐俩也有个伴儿。我这还没表态呢，人家就举着双手欢迎去了。你说这叫俯首帖耳，给我气的。所以我跟我姐都是您带大的。是啊，水土、温度、营养都一样。
可是结的果却南辕北辙。还是那句话，随根儿。你和你爸妈善良老实，你舅舅和舅妈私心重，遇事总想着自己。姥姥，您跟我舅舅到底是为什么呀？能不提他吗？我小的时候你们不告诉我，说我什么都不懂。我现在长大了，总得让我知道了吧？知道多了，搁心里是块病。这心里老带着疑问也是块病啊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只要一提到舅舅舅妈，您都非常的不高兴。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了呀？我懒得提。嘿，您怎么这样啊？您说不说？您要是不说的话，我就拿这蛋我磕头上了啊！到时候外头的人传起闲话来说，这家老太太哎拿鸡蛋活活逼死自己的外孙女了啊！您说不说？不说我磕了啊！我磕了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赶紧给我放下！你吓唬谁呢？这孩子说不说嘛？好几件，你让我说哪个呀？从姥爷活着的时候开始说。哎，我全身都要散了。饿了，晚上吃点什么呀？你订外卖吧，腿疼。我说你以后啊，少跟尤珊珊接触吧。他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全是好色老头，带着你们游山玩水，美其名曰是锻炼身体，实际上想什么呢？个个没安好心。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龌龊呀？懒得给你抬杠，肩膀疼。肩膀疼什么呀？你不是就腿疼吗？给你抬杠抬的。我现在就给尤珊珊打电话，以后这种事儿让她自己去，少拉着你。哎，一个星期就回来这么一次，你累得跟死尸似的，回来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打，你现在就打，你不是有他电话？不怕他骂你就打。打就打，我占领这事儿，他凭什么骂我？我现在就打。哎，喂，尤珊珊啊，我理解啊。怎么了？你说。那个，有个事儿我就跟你直说了啊，麻烦你以后不要带着我们冯曦出去瞎混，行吗？啊，不管你是出于好心，还是出于有意，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二人世界。你要是对我们感情有什么意见呢，可以跟我们俩聊。你要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，你也可以跟我直说，你别用这种方式干扰我们了，行吗？哎呀，好了，李想，你叨叨完了吗？我带冯曦出去，我是想带她见见世面，给她平淡无奇的生活制造点色彩，我没想给她制造什么出轨机会啊。不，要不你让他干嘛呢？哦，24小时在家里等你回来伺候你是吗？你把他当成什么了？女朋友还是老妈子？做人不能这么自私，你知道吗？一上来就跟我这唧唧歪歪的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话呀，我问你呢。那你说，咱俩谁是老爷们儿？被骂了吧？他这个人天生不讲理，我那是让着他。哎呀，好啦，我以后不去了，行了吧？嗯。吃什么？我订。哎呦，吃1个礼拜食堂，吃点你做的。那你帮我安个。真优秀。早这样不就完了？非得找他去。自古以来
在吵架这件事上，知识分子从来都赢不了和夫。知道你还去找他？这要说到10来年前了，咱家老房子拆迁，给了一笔钱。后来就买了这房子吧？是啊，但那时候说给还没给呢。你舅舅一听到信儿，就立刻从杭州跑了回来了。一进屋就开始忙活，买菜做饭，给我们俩端茶递水的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。跟我妈去那儿看。你还是住东屋。哎呦妈！你们都不回来，我把被子都给收了。妈，这事儿您就别忙活了，我自己能行啊。您赶紧坐，您坐。哎，啊，我给您再沏点茶去啊。不用，我跟你妈喝一杯就行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说呀？哎呦妈，我有什么事儿？我就是来看你了。说吧。爸，那我说了。妈，您看呢，您二老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呢又知道这个老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，我就想啊，到时候拆迁以后啊，您二老啊别着急，先买新房子。我呢有这么一想法，我在杭州啊也想换一个房子，我想呢到时候二老啊去杭州，另外呢咱们可以把钱啊搁在一块儿，买个稍微大点的。我就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哎呦妈，这怎么叫不是啊？这可是好事儿啊！南方的气候好，是我喜欢。不像咱北京太干燥。对，何江啊，你准备买多大的呀？这个房子看了没有？多大？我现在还没想好，但是啊，离西湖特别近。我不同意。老树挪窝，伤根儿。我和你爸这把岁数了，背井离乡干嘛去？哎呀妈，这怎么能说是背井离乡呢？到时候您往杭州一住，那儿就是您的家。我在这儿活了一辈子了，到了南方什么都不适应。哎呀，不去。你爸要去，你把他带着去。我就找个安静的、离医院近点的小区，买个房子，够咱俩住就行。要不咱们就先买套远点的，省点钱，给侯江他们买个大的。爸，远点的有多远？5环外倒是便宜，咱俩能去吗？有个毛病去医院得多费劲儿。要我说，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儿。你们一家3口怎么非得要个大房子？先买个小的，等以后挣了钱，您把西湖买下来是你的能耐。我不占你的便宜，老惦记着我们这棺材本干什么？哎呀妈，我这不是就是个建议吗？您要是不同意就算了，您干嘛把话说的那么伤人呢？反正我哪儿也不去。拆迁款下来，谁也别惦记。我们买房子养老用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。谁也别劝我。你也早点睡，明天还得回去呢。孩子也是一片孝心，啊。人家孩子是天钱给父母买个大房子，这是用咱俩的钱给他买个大房子，这叫孝心。你这人聪明一辈子，一遇到儿子的事儿，智商就立刻不够使。我总不能老了，笨得连个窝都没有了吧？这哪至于啊！哎，那是咱出的钱买的房子，肯定是咱们的家，对不对？一个屋檐下住着2家人，到底是谁当家？是我还是朱敏？
都是一家人，谁对就听谁的呗。切！世界上就属这句话不是人话。什么叫对？各说各的理儿。谁对谁错，怎么分？我说呀，你这个老太婆呀，就是太强势。你说那么劈头盖脸的对孩子吼了一通，你说儿子听了以后多伤心呐！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给他从小养这么大，我对得起他。后来我们买了这个房子，你舅舅也消停了一段时间，大概过了半年吧。这房子里里外外也收拾明白了，刚想过几天舒服日子，就又来事儿了。我舅舅又来了？没来，他怕见我，他偷偷的给你姥爷打电话。后江今天来电话了，我知道，有个事儿我要跟你商量一下。好事坏事？好事儿，小雨要去欧洲留学了。哦，那是好事儿。现在呢有2个选择，一个是英国的学校，只有1半奖学金，但是呢生活花费呢会少一点；还有一个呢是挪威的学校，全额奖学金，但是其他的费用呢会多一点。哎，这可是咱家第一个留洋的。你要干嘛？你听我说完啊，这个1年连上学带生活呀，差不多也就10来万块钱，我觉得也不算多。不多，也不少。他要有钱就送去呗。哎，他们不是刚买了房子吗？我们不也是刚刚买了房子吗？没钱资助他们。哎，咱们不是还有100万理财的钱吗？打住！戴望西，我告诉你哈，我只担负儿女接受教育的费用。后江大学本科毕业，程程研究生毕业，行了，于情于理我都对得起他们俩。你别狗懒八宝屎，什么事都往自己的筐里捡。这笔钱你想都别想。我记得我姥爷火化那天下午我还去上课了，回来以后我就看见我妈在那儿哭，不管我问什么她都不说。最后还是我爸告诉我的，他说那天舅舅跟您吵架了。你姥爷走那天，你舅舅在家里灵堂上就跟我闹翻了。妈，您嘴干的都起皮了，喝口水吧啊。妈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活一天算一天，没什么可想的。您伺候过我爸这么多年，现在他老人家走了，您岁数又大，要不您跟我回杭州吧？待在这儿挺好，去了就是给你们添乱。您别这么说，我们给您养老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你们2口子支撑小雨留学就已经够压力了。妈，我哥有压力，我没压力，要不您跟我一块儿去深圳住一段时间，什么时候想回来什么时候再回。程程，我看呀，还是妈跟着我走吧。我哪儿也不去。你们要是想我了，就回来看一眼。您怎么就这么犟啊？您呀，去我们俩谁家我们都欢迎。您说您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，以后收拾起来多麻烦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事情？妈，他是这样，我呢有点小事儿，但是我呢先声明啊，我不会占您一点便宜的。
我现在做一笔买卖需要资金，我呢就把我杭州那房子想抵押，但是钱不够。您看，您能不能先帮我救个急，把这个房子做下抵押？到时候呢，我这个连本带利都还给你。我就知道，你没憋着什么好主意。你爸骨灰还烫手呢，你就是打这房子的主意。哎呀，你想把我往哪儿赶？你看您说的，这房子是抵押，它不是卖，还是您的。要是做生意赔了呢？我把杭州的房子卖了，还给你。你不是刚才说杭州那个房子不值这个钱吗？过几年就值钱了。你这人眼里就是惦记着你自己那点既得利益。你爸在世的时候，退休前的存款，退休后的房产，哪一样你没动点心思？那哪一样您给我了？我没给是我明智，我欠你的嘛。我现在就把话撂在这儿，只要我两只眼睛还睁着，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。呀妈，您光知道要求子女，从来不要求自己。人家别人家的父母啊，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自己的孩子，可您倒好。我也不说了，反正您放心，我以后啊肯定会还给您的。你是不是我要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喂你吃，我才是一个尽心尽责的妈？妈，别说了好不好？我对不起你吗？我是让你饿肚子了，还是断了你受教育的前程？人这一辈子不光是读书吃饱饭这点事儿，做生意找我们，养孩子找我们，买房子还找我们，你究竟想干啥？妈，乌鸦还知道反哺，都是做了父亲的人，就你这样，怎么给小雨做榜样？那我给您养老，算不算是也是对您的报答呀？你拿我卖房子的钱，我自己房子的钱来养我的老，而且还养着你们一大家子人。你们两个人身强力壮，有胳膊有腿儿，还来找我快70岁的人要钱，你到底亏不亏心？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只是做个抵押。您要如果不信啊，这样，我们呀，白纸黑字签个协议行不行？我不签，到时候你拿出去，说你妈不通人情，我倒成了坏人了。我怎么就跟您说不通呢？哪有像您这样做妈的呀？防自己的孩子跟防贼似的。谁家的马好，你奔谁去？您啊，这话还别说的那么绝。以后您真有个病有个灾了，不是还得指望我们吗？指望你？我可不敢。我身上200多块骨头，还没有1块是软的。待会讲，咱俩母子一回，生你养你一场，到现在竟然成了罪过。好，好啊！从今往后，我们划清界限。我不再是你妈，也不是我儿子。你要是这么说，我也不勉强。以后啊，有什么事儿您也别找我了，您还是找程程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妈，你我走。你别管，跟你没关系。消消气儿，老太太。我跟你舅舅整整10年没有来往。你说，做父母的把孩子辛辛苦苦的拉扯这么大，换来的就是这个，我做错了吗？您当然没错了。
但是我说两句，您别不爱听哈。如果我舅舅现在真的有事儿求到您这儿了，您帮不帮他呀？不帮。他要是低下头跟我认个错，我能原谅他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饿了吃饭我这儿管够，拿钱没有，我的义务早就尽完了。您看，其实你们娘俩是一样的，谁都不肯说软话。您等着他服软，他等着您召唤。召唤他？这不是乾坤倒转吗？是我生的他，还是他生的我？哎呦，姥姥，您不能拿辈分压人吧？不是我压着，你能消消停停的在这屋子里坐着？哎，我发现了，我不告诉你，你总是追问。我告诉你了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谁往外拐了？谁往外拐了？就是你往外拐。我没有，我永远坚定的站在您这边儿。哎呦，嗨，我就是听来听去，我觉得这事儿没必要闹成这样。你是说我小题大做？没有，我对您的遭遇深表同情，对我舅舅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的谴责。这么多年，我没再说过这事儿。您说的对，知道太多了，搁在心里确实是块病哈。哎，姥姥，您觉得我姐她知道这事儿？她肯定知道我跟她爸闹矛盾了，但具体什么事儿她未必知道。因为你舅舅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上说这事儿，我肯定180个没理儿。那这么说，我舅舅人还行啊？行个屁！他那就是没脸说。哎呦，老太太，您这逻辑相当可以。没什么逻不逻辑的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咱这一辈子不坑别人，但是谁要坑我，也没那么容易。我是个顽皮的孩子，每天欢声笑语，梦想触手可及。那些听不懂的道理，和我没什么关系，不用害怕狂风暴雨。我们依旧是我们，哭着笑着陪伴，彼此左右。说好了不走，一起战斗到最后，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对手。是分是合，是福是祸，难舍难得，难愿背着。我终将是一个老人，每天都回忆着曾经的好想祈祷一些时间能够再多陪伴着你们，可惜我已没有这个福分。我们依旧是我们，哭着笑着陪伴，彼此左右。说好了不走，一起战斗到最后，却发现岁月面前我们都不是
是对上，不离不念，不随我愿，难言难劝，背着难远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